行动很诚实。拜登的对华政策描绘了冷战思维图，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日前，拜登政府由于俄乌冲突而难产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发布，除了将俄罗斯定义为主要威胁之外，还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或者说是系统性的挑战者。但是，拜登政府在这份顶层的安全战略文件中，似乎避免证实正在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反而要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然而，在美国安全战略文件发布的同时，拜登政府又推出了针对中国的技术战争和竞争限制的最大举措，直接阻止世界各国以及美国的芯片制造商向中国销售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要注意一点，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这次新制裁，甚至跳出了新成立的四方芯片联盟，因为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此举正在给世界芯片产业链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是一种无法被认同的新冷战思维的体现。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詹姆斯·科伦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称，美国正在打击中国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产业的基础，这代表着中美技术脱钩的急剧升级，并受到了中国的有力回应。中国有可能进行经济报复，也有可能在更长远的未来建立起自己的芯片产业链体系，从而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领导力。由于特朗普的贸易关税仍然存在，中国毫不怀疑美国将坚持削弱其在平等条件下的竞争能力。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与特朗普一样，在风格和声明上都是铿锵有力的。这意味着美国正处于总统所说的世界转变时刻，中美竞争将迎来决定性的10年。有一点要注意，美国的安全战略文件首次表现得非常谦虚，或者说是对过去失败的谦卑。华盛顿强调，他已经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后冷战时代进行了告别。他似乎放弃了推动颜色革命的目标。拜登政府声称，我们不会利用我们的军队来改变政权或重建社会，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尖锐的突破。拜登在大选前所强调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霸权的枷锁似乎又一次脱落了。但是，如果你以为美国放弃了世界霸权的追求，那就又错了。相反，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这一战略中所勾勒出的愿景仍然是包罗万象的，它触及全球各个角落，并包含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国际社会分享美国对国际秩序未来的愿景，也就是要维持基于维护美国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了避开新冷战的概念，拜登政府还计划在国际上推动其上任时所宣称的二元对立的宣言，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宣言。这从本质上看，就是冷战前美国遏制苏联所奠定的思想基础。拜登的文件同样将俄罗斯和中国描述为正在输出一种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模式，将目前正处于战火中的俄罗斯与保持了40年不打仗的中国混为一谈，将中国的威胁描述为正在蔓延。今天的美国似乎由于实力的下降而放弃了推动其他国家的政治革命，并且会降低通过武力干涉推动地缘战略变化的玩法。但是并不等于拜登政府放弃了推动新冷战的图谋。拜登的新冷战可能不是全方位的，但是在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将会率先开始，接下来还有可能扩大到电动汽车、新能源和生物科技等领域。
美国不可能在维持美国霸权的问题上让步，那就必然会把中国列为新冷战的对手。这种较量和竞争，可能不只是在军事科技领域，更关键的是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全球任何一个大国想要真正伟大，都要开放，拥抱世界市场。像美国这样的搞技术封锁、人才封锁，最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美在未来10年将决出胜负，美国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而中国呢，也不会妥协。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将见证这段历史。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